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们纷纷跑到中国来访问啊。这背后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过去8年来对中国进行的这种打压的策略，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破产，而且世界的格局也正在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我们先来谈谈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西方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的这些重要盟友的领导人，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么密集的访华？而且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从2024年的11月份开始到2025年的1月底，短短的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西班牙的国王、法国的总统、韩国的总统、加拿大的总理、芬兰的总理，还有英国的首相，这一连串的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先后来到中国进行访问，时间点上很紧凑啊。对，而且好像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过中国了。是的，是的。比如说西班牙国王，他是时隔18年再次访华；加拿大总理是9年，芬兰和英国的领导人都是7年，韩国总统也是时隔6年才再次来华。法国总统虽然间隔时间短一些，是2年，但是这些时间间隔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就是他们的访问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外交活动，而是标志着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和他们的外交策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对，也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一个最直接的体现。那为什么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们在2018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高层的互访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那段时间啊，这些国家几乎都在美国的战略主导之下，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基本上都是跟随着华盛顿的脚步，比如说在贸易和关税上，在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上，甚至在推动供应链的脱钩上面，他们都是在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整体的施压，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集体的行动来迟滞中国的发展速度。那现在这些国家又开始纷纷的来中国访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这种围堵战略出现了一些松动呢？没错，没错。西方领导人这种时隔多年之后又重新开始密集的访华，这其实就说明美国这8年来的围堵策略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就是它没有办法奏效了。对，然后再加上美国自己也开始推行所谓的新门罗主义，把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了西半球。同时特朗普在任的时候，甚至直接对他的传统盟友也进行经济上的施压，比如他对丹麦、对英国、对欧盟、对加拿大都下过狠手，这就导致了西方阵营内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和中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们，他们现在是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对外策略，来应对这种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呢？就比如说英国的首相斯塔默，他这次特意选在故宫前面进行公开的采访，然后还公开的强调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良好和稳固的，并且说双方进行了热情的对话，还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对，这非常符合双方的利益。英国这姿态转变确实挺引人注目的。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些国家啊，他们本来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但是现在他们都在想办法借助和中国走近来减轻美国对他们的这种压制。是的，就连那个外交官杂志都说，西方对中国的脱钩已经正式画上了句号。这一轮密集的访问就是他们政策大转弯的最明显的信号。所以美国的这个围堵中国的战略到底失败在哪里？对他自己的这个盟友体系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美国这8年的围堵下来，其实并没有能够撼动中国，反而让自己最核心的那个盟友圈子变得七零八落。这一点其实在西方的智库里面已经被认定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挫败。是的，就是不管特朗普的团队怎么嘴硬，事实就是事实。现在就算是民主党上来，再怎么高喊美国回来了，他也很难再把这些盟友重新拉回到一起，搞一个统一的对华阵线。因为这些盟友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美国当枪使。确实啊，那我们下面就聚焦欧洲。欧洲最近在战略上面有什么新的动向？特别是他们的经济、国防、能源这些领域，他们是怎么来推动自己的战略自主，怎么来实现和美国的这种软脱钩的？现在啊，欧盟的领导人不光是在喊口号，他们已经在制定非常具体的计划，推动在经济、国防、能源等领域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实现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这个软脱钩其实就是他们想要在维护一定合作的基础上，
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对，那他们这种和美国拉开距离的做法，是不是比他们当初跟中国脱钩要更主动、更彻底一些呢？没错，欧洲现在推动对美软脱钩的动力，其实完全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危机感。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如果继续被美国牵着走的话，最后可能就只剩下被剥削的份儿了。就像他们之前被迫签的那些关税协议，还有格陵兰协议，其实都是在严重的损害欧洲的利益。所以他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自己掌握方向，而且这跟他们之前因为美国的压力才跟中国疏远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了。那最近欧洲跟亚洲跟印度的这些互动越来越频繁，是不是也反映出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试图摆脱美国的这种主导呢？是这样的，就最近欧洲的领导人频繁地出访中国，然后同时他们也跟印度正式签署了一项搁置了20年的协议，这其实就是欧洲在主动地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对这些变化是不是反应特别强烈？没错，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就是他们公开的把欧洲和印度的合作说成是一种敌对的行为，而且因为关税的问题，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也是降到了冰点。再加上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本来就不好，所以现在欧洲和这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走近，美国肯定是非常焦虑的。既然如此，特朗普到底是怎么看待美国的这个传统的盟友体系的？他在面对这些盟友纷纷的跟中国走近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特朗普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传统的盟友体系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就是他觉得这些盟友过去几十年其实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体系其实早就该被打破了。所以他对于比如说像加拿大、像英国这种跟中国越走越近，他是直接就采取这种强硬的反制措施吗？没错，比如说加拿大和中国刚签了新的协议，特朗普立刻就放话说要对加拿大加征10%的关税。然后英国和中国的关系稍微一走近，他也马上警告英国。他其实就是宁可看着这些盟友倒向中国，也不想让美国继续被他认为是不公平的联盟关系所拖累。他这想法也挺极端的啊。那特朗普的这种亚洲政策最近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吗？他这种变化对于美国的亚洲盟友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特朗普对于亚洲的这些盟友，他其实就是更多的是要求你们多买美国的武器，多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然后把你们的台积电这样的重要产业搬到美国去。除了这些要求之外，美国在亚洲的整体的战略上面突然之间变得异常的安静。这种安静其实让很多亚洲的盟友感到非常的不安。特朗普的这种做法跟美国以前的亚洲政策有什么不一样吗？有啊，就是他这种几乎不怎么参与亚洲的地缘政治的博弈，这在美国过去几十年里面是非常少见的。是的，而且他的这种强硬的要求和他这种极限施压的做法，其实对一些小的盟友还挺管用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就很难奏效了。是的，那中国最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好像提升得非常快啊，这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和外交上的策略在起作用？其实就连美国的这种权威的杂志《外交事务》都在说，中国的经济战略现在正在不断的取得成效。虽然中国的这个战略也不是说完美无缺，但是中国政府还是能够不断的取得成果。所以说美国最近这一系列的外交上面的波动，其实反而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会。是的，因为美国现在和很多国家的关系都搞得很僵，那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为了很多国家眼中的一个更靠谱的合作伙伴。再加上特朗普在全球到处去打破原有的规则，这反而让中国可以更加大胆的去施展自己的经济和外交的手段。然后中国现在软硬兼施，也让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话语权不断的在扩大。了解了。那我们最后来看看，就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们密集访华，到底对全球的格局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还有就是西方的这些精英们现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变化的？其实这一波密集的访华潮就已经宣告了美国这8年来压制中国的这个战略彻底的失败了。是的，现在的世界正在以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快的速度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正在逐渐的变成一个孤家寡人，而中国则正在积极的拉拢更多的伙伴。那之前西方一直都在炒作的这个与中国脱钩，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笑话。现在看来，西方的这些精英们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没错，就是现在你去看西方的那些智库的文章，他们全部都是充满了一种焦虑和愤怒的情绪。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中国的影响力不断的上升，他们也很不满特朗普的这种政策，让美国的全球的地位受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他们甚至觉得特朗普是一个改变了美国国运的总统。好的，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从美国的这个盟友体系的分化，到欧洲和亚洲的这些国家纷纷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再到全球的格局因为中美博弈而产生的这种巨变。大家应该对当前的这个国际形势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